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2月26号星期二，开始日出了。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，我们一会儿回评论。今天继续调整轻松跑。今天也跑短一点，然后明天参加早上的合练。像现在这个季节，早上的合练，大家都挺拼的，因为都要上班，所以只能这么早。明天差不多这时候已经练完了，天还没亮，还不知道课表啊，一般都是今天晚上才发。知道了我就发动态。这两天看好多小伙伴冬天在跑长距离，在跑赛前的测试，而且很快就是厦门马拉松了。厦门马拉松是每年第一场国内比较知名的大赛事，参赛的小伙伴们都好运。前面黑了，一会儿我们换个视角，亮一点，跟大家聊聊评论。加油呗！1月3号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又遇到了石川先生，天还没有完全亮，看见了石川先生我就开机了。那我们就开始聊聊评论。我会不会买3代的阿尔法 Fly？ 我记得2代穿上第一天把脚给磨了，当时我就说这鞋不适合我。1代的时候就是1代倒是不磨脚，但是穿2次我给卖了。我觉得那时候我驾驭不了它。但是呢，现在3代有个机会，有可能回北京的时候能买到，就有朋友能帮忙，所以还是决定可能会试一试。因为我也问了问提前穿到的小伙伴，好像不像2代那样那么顶足弓了。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弹幕告诉我一波，让我再确认一下。2代它那个顶足弓确实是挺厉害，对我来说会磨脚。今天比昨天气温感觉冷，体感上觉得冷，就是说话说不利落，冻的。怎么护耳朵？我这不是耳罩，我这是一个那种有弹性的帽子，薄的迪卡侬的，戴在里头，然后外边再戴这个帽子。那次我跟大家聊过一次，专门护耳朵的东西，我试过好多种，都不是太舒适。3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大风天跑步特别难受，跑完以后特别冷，怎么办？大风天是挺难受的，北京冬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风。我的小经验就是，保暖不是第一位的，第一位的是防风，穿那种刮不透的衣服。可以试试那种羽绒的马甲、羽绒背心儿，然后把脖子护住，把耳朵护住就行了。也有小伙伴建议手套的事儿，说菲比特有一双可以露出指尖的，这不就是我那次评测那个吗？你们看，露出来了吧？但是这个我发现有一个不实际的硬伤，这个硬伤是什么呢？就指尖这儿它护不住，你稍微一使点劲，或者你想把手套戴紧一点，它就开了。刚冷的时候，我只戴这一个手套的时候，就指尖那儿老翻开，就特冷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直接点说，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设计。
不过现在我里边又带一个，你们看这样还是挺方便的。但是你看刚才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它扣上了，现在又开了，哈哈。之后昨天说评测的事儿，不是鞋也不是衣服，回头再跟大家说。好像不是太有跑鞋的品牌找我。不过虽然不是评测，但是我还是再感慨一下这双100X 3.0 Pro， 这几天穿的还都是它，都快2000公里了，还挺带劲的。什么时候趁着有好价钱再囤两双，或者直接囤5.0也行。5.0啊，等我回到北京才能上脚了。也有海外的小伙伴问我的衣服是什么品牌，哪能买到？这个好像据我所知，在海外不太好买。轻功这个品牌叫轻，就是轻重的轻，功是功夫的功。包括特步也是，我还是期待这些品牌可以尽可能的国际化，哪怕是那种不是直营店也好，继续努力吧。这几年确实，无论是鞋还是衣服，很多国内的品牌是有很不错的进步的。冬天心率 B 大靠不靠谱？靠谱。高驰这一款是我今年第一次戴，刚进冬天，这边虽然没有北京那么冷，但是也很靠谱。去年北京那么冷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带胸带，是 Paula 的 B 带。目前来看，光电的 B 带都不会有问题了，就各品牌的旗舰款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了。至于谁更准一点，我不在乎这个，我就看一大概。同时也回答另外一个小伙伴的问题，说用高驰的配子3，实时的配速感觉不准。这个我倒没遇到过，但是您可以这样想，任何手表只要是靠 GPS 获得配速，它都是有延迟的，因为你必须得有距离和对应的时间才能知道速度嘛。那所谓的实时其实不是实时，是某一小段距离内你跑了多长时间算出来的。那这一小段怎么定呢？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算法。想更准，这一段就要长，它就越接近平均；想更实时，这一段就要短。那这是一个怎么说呢？这是一个抉择，或者这是一个各品牌自己的计算逻辑。高驰这边我不知道，因为它设置里也没有，我也没问过。佳明那边好像是可以设，对吧？同时也有小伙伴说这几天高驰同步到 Stride 出问题了，是出问题了。我第一天就发现，问了高驰的小伙伴，不是高驰的问题，是 Stride 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他们在 Stride 在他们 Facebook 的社区里也发了，说昨天发的帖子说修复了，然而并没有修复。高驰的小伙伴也说还在跟进。大家现在如果着急要同步，就手动下载上传是好用的，下载那个.fit 格式。拍摄和剪辑用什么设备？也有小伙伴在我去年的视频里评论说，确实现在的设备比那时候好了。其实是同一个设备，只不过可能做剪辑的更有经验，更用心了。我最早咱们这一系列的视频是用 iPad 就直接拼一拼就发了，后来开始用做字幕，再后来呢开始换成 Final Cut， 再后来呢知道了大概套一套 LUT 什么的，
后来我又学习，现在用达芬奇，会降噪，会去色斑，然后会色彩空间转换，再套那种有电影感的LUT，我都在学习中。虽然可能有的小伙伴说这种直出的相机这么调，上限也是很低的，我承认的，但就是弄不好还弄不坏嘛，对吧？瞎玩。所以现在就是剪辑的比较用心。高驰的团队那个修复了翻页那事儿之后，我研究会找一期跟大家聊，看看怎么弄。因为那个它不是给大规模的人群设计的，我发现它也不能批量分享课表什么的。如果您加了我的团队呢，我是可以给您在某一天上增加一个计划的。当然那好像没什么用，因为它不能根据您的配速，除非每一个课表都是按照100%那么设，对吧？但我还是喜欢用配速来制定课表，我再研究，好吗？1月2号去看香根在东京的起点，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到？因为10月15号东京半马想偶遇就没成功。这样吧，我过两天发一个公告，然后之后我想的是，肯定不可能一切都按照完美的计划。我2号到了以后，我也会在各个平台发动态，我们可以偶遇。说跑完步怕冻感冒了，您相信我，感冒不是冻出来的，感冒是病毒引起的，只不过高强度运动或者特冷的时候，你上呼吸道的黏膜会更干燥，病毒会更容易侵入。也就是说，原来可能同样的病毒载量，您没事儿，跑完步以后呢就有事儿了。再加上可能长距离之后，免疫系统会有一个窗口期，好像是叫这个名，就是低下，就更容易被侵入。这病毒感染吧，据我不成熟的小知识是，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感染着，但是每时每刻呢又都在消灭它。这就跟玩俄罗斯方块一样，你一旦越过了某一个阈值，你就再也消不过来了，你就病了，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开始调动起来，让你各种的不舒服、发烧什么的，增强免疫系统的力量，把这再给消灭掉，就好像放了个大招清屏一样。不成熟的小理解啊。下一个，这位小伙伴是2024年大阪马拉松翻译医疗团队的，只是目前已经决定了是这个团队的人，但是还没有进一步的信息。了不起啊，很需要您这样的小伙伴，但是但愿我别用上您。我也想什么时候找一场马拉松不参赛，当志愿者，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关注我跟大家说的在波士顿那位受伤的小伙伴，被车撞的小伙伴。每次想起这个事儿都是挺揪心，祝一切都好。不知不觉又跑到了大阪马拉松的起点的地方，大概就是这儿。还有一位小伙伴说，在我以前的视频发弹幕，有点像隔空对话的感觉。您说的太好了。我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或者吃完晚饭，也会有觉得一天好疲劳，特别累，没有动力了。我有时候看看我比赛的视频，
就觉得一切都还好。我特别庆幸能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了下来。也有小伙伴在探路的视频说，应该到比赛的时候再拍，现在拍不合适不好。但是兄弟，我这是探路的视频啊，这不就是给要参赛的人看的吗？我比赛拍完了，黄花菜都凉了，是不是？抱歉，又说了比较偏北方的方言。有评论区小伙伴，不管是广东的、香港的、台湾的，还有哪儿的、福建的，都说已经习惯听北方方言了。实在抱歉，我其实是大部分时候会有意的控制一下的。甚至有一位讲英文的，可能就是母语就是英文的小伙伴，每天在评论，后来告诉我他自己在私下里把我叫做 Mr. R 英文字母的 R 3个。他说因为老听到有卷舌音，特别有意思。不管字幕能不能翻译得对，感谢您。当然，要是在这边的话，就是 Mr. 阿鲁了。好几年前来这边旅行，我就发现我好像对片假名的发音有一些小小的心得，就是所谓的日式英文或者说舶来词。最近感觉又进步了一点点。我确实没有太多时间，大块的时间去认真学习日文，就每天多邻国一下子。看看还有没有年底特别忙，又加上有受伤，跑步变少了，更焦虑，然后没有动力。那天点开咱们这个频道的视频，觉得又被鼓励了，又有动力。这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有时候也自己看我以前参赛的视频，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谁都是这样，遇到忙的时候、受伤的时候、精神低落的时候，难免的。我前几天也是有一点，因为确实到年底了，好些事情一忙起来，再加上一想又是一年，是不是？都理解。所以这个周期我才第一天去跑的那个34公里，一方面是探路，第二方面就是想30公里之后冲一下。但是这一次跑其实代价挺大的，直到今天我觉得挺疲劳。就34公里和30公里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其实并不是差那4公里，是我平常不跑那4公里。但是这个月的跑量做的还不错，等月底再跟大家汇报，并且再跟大家聊聊这个月继续加跑量的一些心得和体会。我差不多要到家了，我们训练之后见了，加油干！12月26号星期二清晨7点07训练结束。今天跑的少，所以也早。今天跑了17.4公里，平均配速只有5分13，跑了1个半小时。连手表都告诉我训练负荷较小。最快1公里只跑到了4分36，平均心率只有129，功率191，步频195，还可以。就一天的超长距离之后，确实是有一些疲劳。昨天和前天2天都觉得有点跑不动。前天其实还好，昨天开始就觉得有点跑不动，今天也是。然后同时呢，会伴有脚踝内侧，就是脚踝跟小腿连接那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所谓的应力综合症吧，会稍微有一些酸疼，跑到10公里之后。今天再调整一天，明天去参加强度课，强度课就尽当时的最大努力，就肯定它不如我第一个训练日去参加强度课那么能发挥的那么好，但是还是要努力，就是该快该慢慢是我现在的逻辑。
因为跑量上涨以后，确实这个月强度课只有周三的这一堂了。我记得我跑量没涨到这个月这么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还给自己加一堂课，这个我要再调整，再反思，看看是怎么去操作一下。之后的规划就是1月28号的大阪半马就当做一个测试赛，因为大阪的全马是2月25号，所以不太可能在1月25号前后再去跑长距离的测试了。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，这次是第一次把跑量在冬天的时候这么加，是我人生的第一次。等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总结。同时呢，还可以预告一下，这个月结束到下个月开始的时候，会有今年一年的整个的总结的视频，就如往年一样，好吗？那今天就是回了回大家的评论和弹幕，不管是哪个平台的，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呢，就每天可以发发评论，发发弹幕。之后呢，我每第4个训练日都会跟大家聊这个，还有每周的直播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努力冬训，都注意身体，尽量别生病，努力别受伤，我们一起加油干。明天因为明天继续训练，所以明天还会有影片，那我们明儿见，加油干。